三花子、五花子、枝等、柿餅、牛舌頭、吊龍棒、薄等、吊龍肉。呢一啲令到人眼都突埋嘅術語，就係潮汕人喺食牛肉火鍋嘅時候，經常都掛喺嘴邊嘅名詞。只要一口鍋同一瓶水，潮汕人就可以將牛嘅本色烹調出嚟。潮汕牛肉火鍋是因為上個世紀來自於一種東南亞的醬料，演變到現在的清湯牛肉火鍋。上世紀30-40年代，潮汕假商下南洋謀求生計，將當地嘅一種辛辣香鹹嘅味道醬料沙爹醬帶咗返家鄉，並且按照潮汕人嘅喜好調製出全新嘅香醬沙茶醬。老一輩嘅潮汕人將沙茶醬作為湯底喺度煠牛肉，從此奠定汕頭牛肉火鍋無醬不食嘅風格。你睇我直命一啤㗎，直命一試落嘅，呢幾多再落嘅搦，依個搦啊，依個我搦至到兩試下落。39歲嘅林海平係牛肉火鍋行業入邊最年輕嘅老師傅，佢同兩個志同道合嘅伙計，打破咗汕頭牛肉火鍋走出潮汕就變味嘅定律。喺10年間，從一名市場切肉工蛻變成為火鍋連鎖店嘅負責人。你現在隨便拿一塊肉來，100%個人跟你說出這塊肉是來自於這一頭牛的哪一個部位、年紀、大小，還有什麼品種，我都能跟你說出來。喺15年前，初中畢業之後嘅林海平跟隨住大哥去到百合里隔離嘅市場做切肉工。其實他是一個工人，但是他是用老闆的責任去奮鬥的。他是有一個有能耐。工字不出頭，係大部分潮汕人內心根深蒂固嘅觀念。睇住細佬工作安穩之後，林海斌決定賭一鋪，借咗1萬蚊喺市場隔離嘅小巷入邊開咗一家屬於自己嘅牛肉店。做事就要靠口碑質量，有好多客人來的時候跟我說：你有這麼好的牛肉質量，怎麼不打娃娃呢？我買了幾個爐，就這樣把娃娃給做起來。從開店賣肉到轉型做火鍋，靠嘅係誠懇同務實。人氣興旺啦，弟弟林海平亦都過嚟幫手，並且向哥哥提出咗自己嘅經營諗法。我這邊現在競爭能力這麼大，老是在這個地方，然後兩兄弟一大家子，藏在這個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剛好這邊2位老顧客，就東哥跟龍哥。做10個公里就夠。一嚿曬嚟台能吃係個咩情況？排日嚟吃都得滯嘛。哎呀好。距離汕頭近3000公里嘅內蒙古草原，係中國最佳嘅天然牧場之一。自2013年開始，林海平同2位老顧客每隔半年就會嚟到呢度一次。這批牛是供我們自己的嗎？這裡邊有供我們自己的，就每天早晨6點多就開始放牧，中午有一段時間3-4個小時休息，然後下午2點多開始接着放牧。廠長，下周供給我們自己的牛一定不能超過3歲，要挑那些漂亮一點的。盡量不要超過800-900斤，我們要控制肉的纖維，不要太粗了。每一頭牛都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走。我們一直呢都是在他們家吃牛肉火鍋，他們兄弟倆務實的態度感動了我們。我們都想把家鄉的美味帶出去，這就是我們走在一起的初衷。來了。為咗更好咁生活，亦都為咗人在他鄉，亦都可以試到家鄉味。3個唔同出身卻志同道合嘅牛人行到咗一齊，從揾食材開始，佢哋嘅足跡遍佈咗雲貴川高原，最後選定咗內蒙古嘅通遼牧場。牛從3000公里外嘅牧場運送到汕頭之後，
需要安頓3日。它主要是平衡一個牛的心情如果它是處於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就會影響口感。潮汕人對牛嘅分解比工業化屠宰更加精細。一頭牛分解之後，只有30%嘅肉可以做火鍋料。為咗保證肉嘅鮮度，林海平定低咗規矩，從屠宰到餐台唔可以超過3個鐘。牛肉到店之後，就係刀手演繹技術嘅環節。肉切得唔好，會導致肉質纖維拉長，從而好難去嚼，口感粗糙。牛身上嘅10個部位需要10種唔同嘅切法，保證每一塊肉嘅厚度一致。呢個就係刀工嘅精煉所在。來，今天上的都是好肉，好肉，對，100%。喺唔少人睇嚟，火鍋嘅靈魂在於湯底，但係潮汕牛肉火鍋絕對唔行濃鹽嘅基調，追求大道至簡，講求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很多人都以為火大就好，其實不這樣的，火要文火，不要太大因為你火太大的話，你會把裡面牛肉的血水鎖在裡面，它本身會帶給你口感是酸的。1掉雜質然後2掉血水，3掉纖維。3浸3涼，過秒即粒，飲翻少許嘅沙茶醬，令到牛肉喺嘴入邊融化，唇齒之間油香四溢。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菜肴。民間曾經有咁樣嘅刻板認知，走出咗潮汕牛肉火鍋就會變味啦。林海平、莊旭東、方壯龍3位牛人顛覆咗原有嘅飲食常規。喺老廣嘅飲食菜譜入邊，食材嘅選取一貫以生、鮮、英式為上。點樣先可以喺長時間入邊最大程度咁保存海產嘅鮮味？老廣自有一套。今年雨水多會豐收啊，一定要上嚟睇睇啲行情先得。是啊。一德路呢條廣州越秀區嘅騎樓老街，只有短短870米，卻集中咗10幾個專業市場，過1000家嘅商鋪，因為鹹魚、海味、乾果而聞名全國。嗰啲貝都好均勻，揀貨呢冇黐手，嗰啲貨呢質量又比較好啲。乾貝，我哋老廣所講嘅瑤柱，性味甘鹹平，有滋陰補腎、健脾調中嘅功效。顏色都可以。今年53歲嘅楊漢明係湛江北部灣嘅漁民。喺20年前，佢喺當地率先養殖瑤柱。20年之後，湛江北部灣嘅家家戶戶都係瑤柱養殖能手。基本上我哋做出嘅產品都係拉上嚟一德路呢度批發，其他地方全國各地到世界都係嚟呢度批發。5月仲夏，楊向明經常都喺入夜之前駕駛住漁船喺自家萬畝嘅貝田上面視察。今年嘅雨水啊特別多，嗰啲貝啊生長啊比較靚，貪小便宜嗰啲人就出嚟偷。今年都發現都冇見咗幾百籠都有啦。為咗減少損失，入夜前後每隔3個鐘頭，楊漢明就要駕駛住船繞海一圈。93年呢個環境唔好之後，我哋七個呢搞珍珠之後呢，就96年翻嚟就睇到嗰隻山東嗰邊呢扇貝嗰隻行業就比較靚，後嚟呢我就把呢隻項目引進翻嚟呢度。
當年湛江北部灣嘅珍珠養殖業正值係寒冬，謀求出路嘅楊漢明帶住扇貝返嚟嘅時候，當地珍珠養殖戶普遍都唔睇好，就連屋企人都提出咗反對嘅聲音。佢都有反對話，開始話，不過我哋呢大男人主義嘛，即係講睇住項目就上咯，唔理嘅咯。睇啱就做，從養殖設施嘅建設到種苗嘅培植，為咗炮製呢一碗頭啖湯，楊漢明花咗5年嘅時間。一扇貝呢，佢靠食嗰啲海上微生物嘅，1年收成2次噶。農曆5、6月份嘅時候呢，就係加工瑤柱，嗰隻量就比較大啲。最後第2做呢，就係春節前，嗰隻量就比較少少，就係做前貝。直到2002年，見到楊漢明勢頭唔錯，其他漁民先陸續開始跟隨住轉型。製作瑤柱分為採、開、洗、煮、曬、烘呢6個步驟，每個步驟都有明確嘅時間分配表。捕撈必須喺每日嘅退潮期嗰度進行，等到潮水開漲嘅時候，捕撈工作就要必須停止。好得啫，嗰條線測佢哋，而家12點嘅流水啱，你快啲測佢。佢嗰個分又屬於係季節性嚟噶，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佢就開始肥啊嘛。你唔作呢，佢就過後呢，佢就死嘛。佢嗰隻扇貝呢，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噶啦。將1萬畝嘅扇貝製作成瑤柱，要反反覆覆咁喺海上作業50、60日，而且前提係日日天氣都要好。得啫，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冇到太多，等下又搞蝦就。扇貝起網之後，需要爭分奪秒咁送返到岸邊，緊接住就要開殼取機。開殼嘅關鍵在於經驗。每年嘅呢個時候，楊漢明都會將村入邊嘅所有專家全部請過嚟。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一刀放落去呢，佢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嘅。湯唔靠邊呢，成2個啦，一個魚翅就成2個。嗰隻扇貝呢，佢單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全部都唔要。當扇貝褪去咗堅硬嘅軀殼，剩低落嚟嘅就係經歷海浪之後嘅精華。白嫩嘅閉殼機需要反覆沖洗，確保冇雜質之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嘅鹽水入邊，慢火快煮。用嗰隻煤燒呢，嘅火力猛嘛，煮呢時間要快，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佢就煮熟嘅。瑤柱起鑊之後，第一時間就要過冷河。冷河可以令到閉殼機迅速降溫而鎖住鮮味，同時淡化表面嘅鹹度。過完冷河嘅瑤柱嘅半成品就可以平鋪喺網上面接受日光浴。放喺西度，馬上攞出去曬，曬咗5成乾，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用嗰啲煤呢，再去烘到8成度。要經過煤烘，佢嗰隻香氣先有。你單係靠太陽曬呢，香度都唔得，唔夠。改變以往單純依靠日光暴曬嘅方式，用煤爐加工烘乾係楊漢明嘅創新之一。捕撈、去殼、清洗、蒸煮、烘曬，再到最後分裝，每一粒瑤柱都濃縮咗漁民嘅心血，蘊藏住大海嘅生命力。夜幕降臨，一餐簡單美味嘅家常菜就係最好嘅補償。哎，老婆大人，今日瑤柱好靚，影啲味餸出嚟。好啦。瑤柱冬瓜排骨湯係老廣嘅經典靚湯，冬瓜同瑤柱堪稱係絕配。
瑤柱既可以釋放冬瓜嘅清甜，又可以令到一煲湯水濃郁鮮香。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啦，燉出嚟嘅湯係清甜嘅。鮮瑤柱炒冬瓜，蠔油清蒸鮮瑤柱，水煮原隻扇貝，清爽而又熱氣騰騰嘅三菜一湯，踏實而溫暖。老豆帶你過5年就把呢行業交俾你啦，你有冇有信心啊？有。呢一粒小貝殼從墨西哥灣嚟到南中國，喺楊漢明守護嘅一方水土下成長，經加工之後變身成瑤柱乾，最後流落喺世界各地華人嘅餐台上。食乜嘢？點樣食？無論係新食材定係老味道，折射一方水土嘅生活方式同思維方式。呢個正如係我哋老廣所講嘅對待茶葉嘅態度。料菜呢是最具飲食養生價值嘅，能夠雙料蒸菜、煮汁去到口感，所以咱個料菜嘅飲食嘅是個文化，伊也非常吸引人嘅。52歲嘅張樹茂係潮菜名廚，唔單止致力於潮菜嘅烹飪技藝嘅鑽研探索，更加係身體力行帶領住自己徒弟傳藝，一直被評為非遺潮菜傳承人。教高本書過，要咩錄出咱料菜獨立烹飪技法，叫做蔬菜烹助。現在啱啱清明出世啊！現在春底愛好材料。直接佢，我用春底來做4道菜嘅，來給咱奉獻嘅，愛買。喂，永兄。丁老師你好，你好。來去找個好嘅底，你話想拿來做寡道地上來教起學生。係好，係你買啲之後都派點佢話嚇。粵東第一高峰潮州鳳凰山，瀕臨住東海，氣候溫暖，雨水充足。優越嘅環境孕育出宋種茶王單叢茶。咱感覺嘅咩做咗就全部認做咩食㗎？係好。茶農曾樹榮一家3代靠單叢為生，正係呢一小片嘅綠葉，令到張樹茂同曾樹榮結緣於鳳凰山。今年34歲嘅曾樹榮，13年前告別海外闖蕩嘅生涯，選擇回山接手祖業。鳳凰山嘅茶1年可以採摘春秋2季，但係同一般嘅茶農唔同，曾樹榮遵循住祖輩定得嘅鐵律，只係採春茶。從我爺爺到我這一代開始，為了保持那個來年的茶葉的質量，1年都是採摘一次，質量提高的，價格也提高的，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好，第一燈啊！第一燈啊，張湯嘅老。並非係人人只可以做到重質而唔重量，可以堅守1年1採嘅茶農喺鳳凰山上只有近1/3。每年開採前夕，父親曾克輝都會俾自己嘅仔演繹自家製茶嘅本領。日日咁樣5年節啊，即係就傳統嘅啊，聽落就真嘅，落入逼逼咗。我係掛住啊嚇，係，就會講咩？我係掛住。差嘅，第一種青菜，要掛拍。曬青、晾青、做青、殺青、油淋、烘焙6道工序環環相扣。每道工序睇起上嚟好簡單，但係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稍為一有疏忽就會功虧一簣。唔單止茶葉無法稱之為單叢，價格更加係一落千丈。3月溫潤綿長，正係第一手單叢嘅採摘佳期。曾樹榮就要趕喺正午太陽出嚟嘅時候上山開採。採茶得有太陽，天氣好，做出的茶葉才能香。單叢那個特點就是香乾，回甘好。英兄啊，
哦，挺好食，挺好食。我見啲天氣好，咩就好啲啊！好啊。出太陽先至可以採茶，係曾樹榮鐵定嘅原則。食材一定要精挑，呢個係張樹茂堅守嘅底線。世間孟培，精挑細選，茶膳嘅製作既係曾樹榮同張樹茂嘅技術結合，更加係製茶同烹飪兩大領域之間嘅交匯融合。老師花了整節嘅時間，列了知識嘅試得來，今日呢就嚟做4道菜，去同學們分享者嚟學習嘅。張樹茂嘅授課亮點在於變，食物隨時節而變，味道隨食材而變。茶香蝦呢一道老廣最為熟悉嘅粵菜，點樣喺蝦嘅鮮甜之間突出茶嘅香味？張樹茂有自己嘅一套秘方。湯較健康來加入濃茶汁，然後呢來煮成來燒，就呢個汁來飲起。因為咱蝦呢伊含有豐富嘅蛋白質，所以落煮係經過油炸嘅時候呢，伊會流失部分。咱落愛落炸嘅時候呢，使去伊加住嘅濃清啊。鮮要求唔單止係色、香、味、意同形嘅展現，亦都唔可以少。做隻地香蝦呢是喺獨出自嘅第一清香。嫩茶葉過水之後剁成茶末，加入蛋白同肉碎做成單重茶羹。熱性老鴿同寒性嘅茶心、鮑魚搭配成茶心燉鮑魚。茶葉剁碎，包裹喺糯米上面，做成清茶湯圓。咁樣嘅養生搭配，喺張樹茂嘅手入邊演繹得淋漓盡致。而茶入盞成就嘅茶膳，既保留茶葉豐富嘅營養價值，又帶出變化多樣嘅味道體驗。博采眾長，融合貫通，令到我哋老廣嘅味覺越發挑剔。餐台上面嘅一菜一湯一飯一肉，雖然平凡家常，但係喺當地山海田野嘅濃縮精華，漫長嘅流轉嘅生命軌跡。2017年第20號颱風啱啱走，21號颱風緊接生成。中國第一大火山島湛江瀾州島被14級颱風正面襲擊完。島上嘅漁民就開始為出海捕撈做準備。阿孟做什麼樣哦？阿孟我哋喺度話路頭過海啦咩？先到海喲。今日晚黑過翻題，等翻題貴得苦咯，翻題應該唔貴到苦咯，咩做咩啊？冇知啊你，我都做佢就做佢家咧，我係少少。我烏仔我會家啦，當時我會家，你話識跟苦做咯，當時提好拎得苦啦。哎，聽題應該唔貴到苦。係啊，天熱苦啊，冇過啊。我就啲路一提點樣開到你路苦咗咩啊？我話等下一提開得苦咯，一提點樣開到你苦。夏季嘅颱風接二連三，靠海揾食嘅譚玉色已經快半個月冇收入啦。定係養咗都係做字啊，定係。為咗緩解眼前嘅困境，喺新颱風未完全生成之前，佢想去搏一搏。我看到海可以出去咯，要去碰一下。這個月可能就做到明年了，所以就是想抓好時機，出去搞一點錢回來。佢哋沒有辦法要我咯。錯過呢個月，就要等到明年，係乜嘢令到譚玉色咁敢搏呢？我們漁民每天都是在跟那個時間那個氣候嚟賽跑的。令到譚玉色冒險出海嘅係湛江瀾州島上最有名嘅海底貴族瀾州青龍蝦。呢一種曾經嘅朝廷貢品，喺每年農曆5月到8月先有。
過咗呢個時節，亦都再難以遇上。假都真係假嘅呢，那條呢就拋橫這個皮嘅，假嘅條落湖啦，冇咩嘢，會皮嚟賺咯。39歲嘅譚玉星已經有15年潛海捕龍蝦嘅經驗，海底捕捉嘅難度同危險不可預測，只有憑經驗應對。翻到有10幾多米水，最深的有20多米。做好準備，譚玉星潛入視線模糊嘅海底。潛水捕捉必須有人喺船上放氧氣管同觀察情況。由於颱風啱啱過，海水非常之渾濁，水底能見度唔到1米。半個鐘頭嘅海底摸索並冇發現瀾州青龍蝦嘅蹤跡。譚玉星決定浮上水面。瀾州島青龍蝦又稱之為中國龍蝦，主要分佈喺中國南海同東海南部近岸嘅海區。好少會判斷身嘅譚玉星今日好運門，將目標寄望喺2海里外嘅水域。譚玉星再次潛入能見度極低嘅海底，不出所料，佢發現咗瀾州青龍蝦嘅蹤影。瀾州島青龍蝦外表呈現橄欖綠色，腹部背頰上帶有白色嘅小點。大多棲息於淺海多岩礁底質水域海底，行動遲緩，唔識得游水，依靠捕捉爬行，係一種唔識自然老死嘅逆天生物。它有2個腳，那個手一定要快的，一邊手就抓腳，一拉一下給它，這邊手就要抓龍蝦了。不快，它這腳就斷了，它就跑起來。龍蝦屬於群居性生物。正如譚玉星所講，好彩嘅話，幾個鐘頭可以捉到10幾斤，甚至係幾十斤。但係由於颱風嘅影響，群居出沒嘅龍蝦數量有限。譚玉星決定今日到此為止。哇，要不給他又覺得呢？結果雖然不盡人意，但係亦都唔至於係蝕本。漁民嘅要求其實好簡單，可以將自然嘅饋贈順利帶上岸，已經好滿足。冒險出海就係為咗轉瞬即逝嘅美味。譚玉星決定賣一半，留一半，俾老婆同孩子試一試今年最後一啖先。快對哦！養到我苦都只有苦，玩多大？對啦，等話做柴佢咗啊，要背一下對你更加驚知下你。雖然帶咗啲收穫翻嚟，但係妻子黃海妹嘅擔憂並唔會因此而減少。丈夫出海謀生計，妻子守候小家庭，爆香蒜蓉、葱花鋪喺龍蝦肉上，大火蒸10分鐘，滋味十足嘅龍蝦配合住清香嘅酸蔥，呢個就係瀾州島漁民嘅家常菜。而黃海妹征服丈夫未來嘅，仲有獨門秘笈，將龍蝦用薑爆炒至8成熟之後，放入白粥入邊煮20分鐘，再灑翻啲蔥花提香。呢個就係黃海妹自創嘅龍蝦粥。爸爸，你下對你見到呢對你嘅咩啫？啊！玩過嘅，我一樣要大。哇！以前喺耍咗條咧。老廣嘅飲食原則向來都係只聞味道，不問出處。好多外來菜式結合嶺南飲食習慣自成一派，雖然知名，但係揾唔到源頭。龍蝦芝士伊麵因此成為中外結合、東西融合嘅名菜。喺粵菜傳統本味當中浸潤嘅西餐創意，初嘗似曾相識，細品與眾不同。
夏秋之季，廣州嘅街頭巷尾榴蓮飄香。然而喺老廣嘅食單上面，榴蓮唔單止係水果咁簡單，榴蓮同粵菜喺後廚相遇相知，結果超乎想象。榴蓮這種水果呢，早在明清時期已經進入了我們老廣的味覺了。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慢慢地接受榴蓮的這種味道。榴蓮，愛其者讚其香，厭佢嘅就覺得佢好臭。喺食呢件事上無所不能嘅老廣，點可以將呢一種獨特嘅味道入到我哋餐台呢？本身我很喜歡吃榴蓮，所以呢，我想讓不吃榴蓮的人也嘗試一下吃榴蓮。我們今天開一下會。陳振剛撮合榴蓮嫁俾粵菜嘅第一個人，從星級酒店嘅粵菜大廚到卡塔爾皇室御廚，粵菜係佢安身立命嘅根本。4年前一日，破天荒嘅一個諗法，令到佢放棄大廚嘅身份，開始咗味覺嘅冒險。我第一道菜就是榴蓮煮魚的。我搜查過資料了，榴蓮跟蝦和蟹煮就不行，會產生毒素的。經歷過無數次嘅失敗同改良，榴蓮魚終於面世啦！廣州第一家榴蓮主題餐廳亦都隨之誕生。從開始籌備到開業，花了半年時間。是的，我和我的廚師們，他先喝開水都感覺口是苦的。喺食材上嘅選擇同菜式嘅創作上，陳振剛可謂係試勻咗酸甜苦辣。為咗保證出品嘅質量，陳振剛更加係1年幾次穿梭於廣州同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人呢，從來不吃爆口的榴蓮的，因為呢，爆口榴蓮容易被細菌侵入。貓山王的榴蓮呢，都是從樹上熟了以後呢，它自己會掉下來，好大間嘅。榴蓮係馬來西亞國寶級嘅水果，被稱之為萬果之王。進入9月，夏季榴蓮嘅採摘亦都接近尾聲。呢個已經係陳振剛今年第3次出現喺呢度。嗨，龍哥，哎呀，我想了解一下今年的榴蓮的收成怎麼樣？今年榴蓮收成不是很好，今年雨季太多，於是它的掛個花來啊特別跌，今年的果結都不是很多。哦，為什麼現在是綁着的呢？以前不是用網的嗎？現在沒有用，以前就用網來，現在就用繩子綁住這個榴蓮，把榴蓮掉下來鋪給椰子樹。它現在有這樣的雜質，它就我們就再綁住它。現在到10月到12月就很多果了。那我就準備再大批進到國內，做成我們的新的產品。喺果園徘徊咗一日，陳振剛揾到咗合適嘅榴蓮。豬手、雞扒、菠菜、辣椒、洋蔥。陳振剛返國之後嘅第一件事就係嘗鮮。先把油放進去，加入洋蔥下去，讓它熱一下鍋，放豬蹄下去。因為洋蔥和油令那個豬蹄會更加沒有那種豬的那個氣味。差不多的時候呢，就放那個番茄汁，然後還有那個酸梅汁。做的過程中慢慢加水，充分的讓醬汁溶解，讓豬蹄慢慢的吸收。看到它的醬汁到一定程度了，那就可以加榴蓮了。放了榴蓮以後呢，就讓它加熱大概2分鐘就可以了。榴蓮豬蹄被陳振剛取名為榴蓮骨膠原。豬蹄係粵菜嘅常用食材，陳振剛將粵式嘅燜豬蹄嘅做法進行改良，加入新鮮嘅榴蓮肉。陳振剛又嘗試將榴蓮撈到埋粵式炒飯。我嘗試了很多遍的啦，最終選擇了就是用菠菜汁和榴蓮一起炒飯。最後下的情況下呢，它的榴蓮就等於好像榴蓮把米飯包裹一樣。這個時間段下是最好的。謝謝。
正宗嘅貓山王榴蓮嚟煮嘅啦，呢個榴蓮雞扒、榴蓮披薩、烤青口。以前嗰隻榴蓮咧就得個甜嘅啫，呢隻榴蓮咧個香味幼滑，確定係呢隻榴蓮係適合我哋做呢隻雞扒咧，咁我哋就按照呢個標準嚟做。OK 啊，全部按晒呢個標準做。作為一個榴蓮控，從一個菜式嘅首創到28個菜式嘅成功推出，陳振剛靠足跡打破咗空間距離，用廚藝貫穿萬水千山，編砌出老廣餐台上嘅新故事同新體驗。城市係歷史嘅鏡，食物係歷史嘅藥引，追溯族群嘅遷徙，飲食流變嘅軌跡，經緯交錯，時空參照。對於澳門嚟講，最好嘅歷史窗口就係手信店。早晨喂，早晨，擺得麻麻地喎，執齊整啲。好。等我試試肉乾先啦。OK，試下。好靚新鮮嘅餐。OK， 好。試下。紙巾可以嗎？好未？加油。好，多謝大家。啲牌執齊整啲，跟好啲一啲嘢，整得幾齊整幾好。OK。梁燦光，澳門街上嘅小明星。講起手信，唔少得嘅係佢嘅傳奇故事。20年之間，佢從拉小推車賣花生糖嘅小販，變成擁有29家手信店嘅掌門人。只有小巷文化嘅佢，將傳統嘅手信業推向咗頂峰，亦都延續咗老廣味貫東西嘅事業。7九年落嚟咯，好辛苦咯，捱得。做花生行啦，佢老豆啊整架車仔，2個一齊推車去賣咯。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唔希望做花生糖，即係我嘅理想咧就係做警察嘅。我嚟幫手啦！冇如願造成威風嘅警察，16歲嘅梁燦光只好接過父母嘅小推車，開啟咗佢嘅手信人生。開檔做咧，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揾靚嘅原料咯，因為以前爸爸要嘅就要平。咁但係我知道即係唔啱嗰樣嘢係，我哋做食品嘅一定要係原料要靚。花生糖係一種古老嘅漢族小食，花生嘅醇香配上糖漿嘅酥脆，令人流晒口水。點樣先可以令到傳統嘅花生糖更加之好味？係梁燦光接手之後諗嘅第一件事。傳統嘅花生糖好甜噶嘛，因為以前嘅比例咧就點樣，1份花生1份糖。咁而家後嚟我改咗點樣，係2份花生1份糖。所以其實而家好緊要就係火候啦，同埋嘅水分啦，每一樣嘢都有即係有考究過。主張落糖、攪拌、混合，每一個步驟都離唔開加減法嘅調配，最終改良出甜味同口感適中。糖體透明發亮，更加可以散發花生醇香嘅新式花生糖。整咗之後，客人反應好好咯，即係亦好開心咯。老實講係。每日就忙還忙，佢寧願壓縮休息時間，喺花生糖嘅基礎上，首創咗澳門軟薑糖。啲黃肉薑啊，落完薑之後咧，要煮多大半個鐘到啦。過程中就不停咁攪動。如果唔係一少少黐底咧，就成煲唔要得噶啦。攤凍咗之後就可以切得咯。撈啲椰絲落去，咁切一條條咁樣咯。澳門薑糖綿軟滋潤，細膩化渣，味甜帶辛。梁燦光對呢一種產品甚是得意，但喺研發過程當中，佢卻受盡咗父親嘅責備。一路做嘅過程中唔得嘅，倒計咗佢。咁倒咗佢嘅時候，有時俾爸爸見到啦，爸爸就話：哇！你個衰仔抌晒我嘢，整一敗家仔嚟咁樣，即係成日俾人鬧咯。呢個敗家仔嘅薑糖吸引咗眾多慕名而嚟嘅吃貨，小推車嘅生意亦都因此興旺起身。唔到1年嘅時間，信心滿滿嘅梁燦光開設咗屬於自己嘅第一家手信店。即係由一種產品花生糖，至到而家幾百種，其實都係不斷嘅嘗試失敗，咁啊再成功咁走過嚟嘅。喺呢一座文化交融城市長大嘅梁燦光，唔會止步於傳統嘅廣東小食，
東南亞特色小食亦都成為佢味貫東西嘅獨門秘笈。其實肉乾最起源咧就係東南亞傳入嚟澳門嘅，所以我哋去學肉乾嗰陣時咧，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啊、台灣啊，甚至內地就去學，因為我想揾翻嗰啲最傳統嘅味道。肉乾嘅製作非常之繁瑣，單係肉嘅比例、肉嘅厚度就係一門學問。傳統嘅肥肉嘅比例就係30至40%，我哋而家改到得5%，就2 mm 嘅厚度。佢有分上厚度咧，就鎖住肉汁，同埋個口感味道都好食好多嘅。肉鋪好咗之後，放入烤箱入邊，低溫烘烤5個鐘頭，烤乾一面，反轉過嚟，再進入烤箱低溫烘烤7個鐘。烤肉個溫度咧超過85度咧，變咗臘腸味啊，或者係嗰啲叉燒味嘅。一塊肉乾烘烤嘅時間就需要12個鐘，好唔好食？仲要睇最後一步，明火燒，再去大火燒佢，就出到爐先係香嘅，啲汁啊全部帶咗出嚟。唔好食嘅嘢，我哋絕對唔生產。梁燦光往返喺辦公室同工廠之間，來來回回，半輩嘅人生就耗喺手信上。我心目中嘅手信就係個個試得到，將澳門嘅味道帶去全世界。呢個就係我理想啦。話俾我聽，你想食乜嘢，我就知道你係個點樣嘅人。唔排外，唔張揚，喺東嘅含蓄入邊勾兌出西嘅奔放，但係最終嘅本色依舊係清晰。喺煙火繚繞嘅後廚，人情世故嘅餐台，激盪出唔同嘅種族同文化嘅懷鄉滋味。呢個就係老廣心目當中最好嘅味道。